麻烦你帮我和韦锦放一下吧。哦，跟我哥唱歌有什么优越感？我哥当年也是被逼的。喂，今天高人才是寿星，那么就让高人来弥补一下当年的遗憾，和怡然一起唱一首当年的歌吧。至于我，本来就不爱唱歌，以后也只会和丁丁一起唱。是亲哥吗？怡然，小酒窝茶。师母，前面就是更衣室了。你这么晚了还过来？我给他煲了点汤，他最近总在忙嘛。对，他最近特别忙。谁让你带他进来的？舒大夫，他是宁教授的。我知道他是谁，但这是无菌区，无关人员一律不许进。你难道不知道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我求他带我进来的。我想找宁伟锦。郑丁丁，这里是医院，无论你是宁伟锦的什么人，都不可以违反医院的规定。无菌区一律不许外人进，请你马上出去。那，你能帮我叫一下宁伟锦吗？韦锦现在在忙，你要是想等他，可以出去等。哎，丁丁，宁伟锦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听说你又加班，想来看看你。傅苗苗竟然直接把外人带进了无菌区，宁伟锦，这也是你教的吗？手术室要保证无菌环境，确实不能随便进来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你先出去吧，下次不许了。宁伟锦，你谈恋爱没关系，但医院的规定还得遵守。他不懂，但你不可以不管。傅苗苗，下次你师母来，记得提前告诉我。依然，以后我会注意。我先去换衣服。还生气呢？给我带的什么呀？我煲的汤。走，正好我饿了，咱们去值班室吃。韦锦，不好意思，丁丁，借你的围巾几分钟，你不会介意吧？不会，你们先忙。今天这个案例很罕见，我们要不要一起写一篇相关的论文？这样对今后的患者也会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。好呀。那我把手术中的各项数据都发你一份。哎，还有就是论文写完了，要不要一起署名，像大学时候一样？我无所谓。那还是老规矩，论文的大纲我来写，核心部分你来。没问题。这么晚了，要不要一起去吃点东西？咱们再仔细聊聊。不了，丁丁给我煲了汤。也是，反正咱俩天天都见，也不差这一碗。那明天见。走吧，去值班室。味道不错。我还记得咱们上学的时候啊，学校要举办校园歌王大赛，我们系非得让我跟宁伟锦一起参加比赛。反正咱俩天天都见，也不差这一碗。那明天见。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坐吧，我来吧。今天一来你就状态不对，到底怎么了？没怎么。是因为我在手术室里没有帮你？不是，本来就是我的不对。那到底是怎么了？我真没事儿，挺好的。小璇跟我说，女人越是说没事儿，事情就越大。说吧。
你和舒依然经常合作吗？大学的时候经常搭档，工作之后就越来越少了。那你们大学的时候关系很近了？吃醋啦？没有。小璇说，女人越是说没有，就越是有。小璇怎么这么多话？你快喝汤吧，都快凉了。你也喝。这个舒大夫和宁大夫是发小，这爱的力量可以强大到让人忘了一切。他也喜欢宁大夫。啊！谁让你拉开的？你想在这屋里发霉吗？起来，不，起来，快点，不，我不饿，我要睡觉。坐下。就给你个面子吧。喝吧。慢点喝，喝完了再帮我分析一件事。你能不能别晃了？我晕车。你说这个舒医生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针对我？这何止是针对啊，简直就是挑衅！这要搁动物界，就是在你电线杆旁边画圈呢。你说谁是狗啊？我之前不是就跟你说过了吗？这个舒大夫啊，是不是你和宁伟锦正式在一起之后，他就看你不顺眼？好像是。这就对了嘛，摆明了就是护食。你想啊，你买一个芒果还是青皮的不能吃，你就等啊等啊等，眼看着就能吃了。哎，以前的方案还得再做调整。为什么？你看，病人术后癌细胞又扩散了。怎么会这样？病人术后的病理报告上显示出，腋窝这边有26个淋巴结都已经转移了，急需化疗。那确实是需要调整方案了，否则病情会更加恶化，孩子肯定不保。看来治疗方案得重新做了。宁伟锦，刚才我在跟舒大夫聊治疗方案，没听到你电话，有什么事吗？危险！我找到一篇关于原发性肿瘤的治疗方案，跟我们之前的病例很像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没看到你在打电话。一会儿我看。金定。你刚才要说什么？我刚才没说什么。你现在是不是很忙啊？我还好。宁教授，48床病人找您。啊，一会儿我就过来。啊。你继续说。没事儿，我想你了。这个地方，你看这一处我有点不太明白，你帮我你把你看一下不明白的地方，你先画一下，等一下我再看。你快去忙吧，忙完再说。啊，好，一会儿说。你怎么来了？路过，顺便上来看看。好，先坐会儿。舒大夫好，你好，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了？
你们很忙吧？怎么会？你是维锦的女朋友，不算打扰。要说打扰，也是我打扰你跟维锦约会了。都怪医院给我安排了公开课，我只好拉上维锦一起，毕竟她跟我比较合拍。来，喝口水。等我一会儿啊。我觉得那个地方要改一下，就是这样。好。这不错。你看，这样就挺好，是吧？这个地方得删了。我才是正牌女友，我才是正牌女友。舒依然比你高，比你好看，比你有气质，尤其还和宁为锦专业对口，有共同话题，还能每天见面。那我就什么都不用做了？当然要做了，要更加的体贴和谅解，让他觉得你善解人意，让他觉得拥有你这么好的女朋友是他的幸运，让他因为忙而对你内疚，恨不得一休息就马上飞扑到你身边去弥补你。宁为锦，我们有个师兄是乳腺科的博士，叫夏小阳，需不需要我联系一下他？好。对，如果能找到他的话，那就好办了。等于等。你竟然自己就先走了？那不走我能干嘛？他俩说的我根本都插不上话。那你也不能先走啊！你这不是给他们创造机会吗？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啊？他们俩是谈正事儿。郑丁丁，你是真傻还是假傻？见到正儿八经的女朋友还不避嫌？再说了，什么事儿非得晚上去谈啊？你知不知道，现在就是你应该去宣誓主权的时候。我怎么宣誓主权啊？难道我还天天守着他，绑着他呀？再说，他每天已经够忙够累了，我不能再让他为了感情的事操心了。你可真是最佳女朋友，我可告诉你，你对自己的松懈就是对别人的纵容。舒依然现在肯定偷着乐呢。那我能怎么办啊？我是不让他救人，还是不让他做课题啊？你去刷存在感啊，去送温暖。总之，不能让宁为锦冷落了你。我之前跟陈勋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是刷存在感，可有什么用啊？他心里要是没有你，你就天天站在他身边，他也看不到你。他要心里有你，他就算再忙，闲的时候也会想起你的。我是真的服了你了。哎，那穆一寻的事怎么办？就这么打算吃哑巴亏？不行，当然不能吃哑巴亏了。我要讨回公道。但是，我不能再给宁为锦添乱了。我不能做一个处处靠男友的小女人，我要做一个靠自己复仇的大女主。就这么决定了，明天早上你来帮我。说好了靠自己呢。明天见。去。
最近这段时间，宁医生和舒医生除了手术时间，几乎从早到晚都在一起呢。他们俩不会真在一起了吧？他们俩还挺配的。不能吧？宁医生不是刚谈恋爱吗？难说，毕竟他们天天在一起，又有共同话题，这样很容易产生感情的嘛。也是。而且我觉得舒医生长得又漂亮，工作能力又强，他跟宁医生可般配了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就是这个地方，对。来，把你们上面的重点画线突出出来。我知道了。好。维锦，医药大学博士师兄回复我了，他说找到了我们类似病例的治疗方案。真的？他现在发给我。太好了，终于有明确的方向了。耶！佛系营业，我今天心情不好，提前关喽。那要不咱们一块儿走走？你们医院最近忙吗？还可以啊。你怎么突然问这个了？没什么。不过高医生挺忙的，手术一台接着一台，那患者都排着队啊。谁要问他了？哎，你这小丫头是不是还在生他气？我生他的气干嘛啊？我跟他早就没有关系了。还有，你不许叫我小丫头，我最讨厌别人说我年龄小了。行，不说了啊。哎呀，其实呢，你想忘掉一个人，替代文件啊，比删除文件更彻底。你的意思是让我另寻新欢？为什么不行呢？哎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倒可以做你的临时替代文件。夏医生，你别开玩笑啦！我没有开玩笑啊。你要是再这样，我可回去了。好，不说了。你想吃什么？我带你去吃东西。耶，漂亮！你这波恩爱秀得太有水平了，是吧？我也觉得挺过瘾的。他不过是找机会抱抱，而我可以光明正大的亲。这就对了，保持这种状态，然后再定期去找宁医生，也不用待太久，没事儿，搂搂抱抱，腻腻歪歪，再撒个娇，卖个萌，保准把他的心抓得死死的。 get。哎，不过你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，毕竟这舒依然十分了解宁维锦，要是他知道他软肋在哪儿，
找到突破口，再慢慢渗透的话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是说只要宁伟景心里有我，别人再怎么作妖都没用吗？话是这么说，可有的时候你以为自己住进那个独栋，保不准这房东又给你招来一个房客呢。你以为男人都跟你一样？你的就不是个独栋，你就是整个小区里面住满了房客。好了好了，宁医生是好男人，就我渣行了吧？我只是提醒你，千万不要松懈，毕竟这对手太狡猾了。这再坚固的长城它也有风化的时候。好，我不说了，吃，好吧，咱们吃什么吃？怎么样？别紧张，这种手术我们做过几千次了，从来就没出现过问题。我知道，可是还是有点紧张。那你就想着呀，一觉醒来自己就变得美美的，迎接你的将是全新的生活。哎，就不紧张了吧？行，准备麻醉了，你好好睡一觉，剩下的交给我们。既然他和向医生能够聊得来，那倒不如借这个机会，放下对你的执念。高医生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事儿，继续。看诊。你好好的看什么诊啊你？你不是喜欢成熟点的吗？给我调一下。宁文璇，这是最后的机会了，等会儿上了麻醉，你想后悔都来不及了。那你可不可以不喜欢成熟点的？考虑一下我啊。开始吧。高医生，高医生，高医生，您没事吧？继续。哎，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吧！我人都来了，菜都点了，你说你不来了？哎呀，没办法呀，小姐姐临时召唤，我不去不行啊。是我重要还是小姐姐重要？当然是你重要了，所以我只能先得罪你了。不是，我相信你不会怪我的啊。安姐，先关来。喂，小璇，要不要来吃火锅？妍姐，我和夏医生有约了，今天可能陪不了你了。你吃辣是不是也？您好，请问您是一个人用餐吗？这个玩偶借给您，有他的陪伴，祝您用餐愉快。算了，他应该在忙吧。你饿不饿？你说，宁教授跟师母可真是可怜啊！现在整个医缺侨相会啊！对啊，教授现在又有病人又有课题，想跟师母吃个饭都难。哎，所以说和医生谈恋爱真是辛苦。